应该是。我们现在在那个地铁，然后要到那个维也纳的歌剧院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看那个杜兰朵公主的歌剧。那这歌剧呢，我7月多的时候申请票，然后到9月多的时候通知我预购的票有抽到。那也是我们这一次行程算是最主要的目的。那当然歌剧部里面不能拍摄，就等一下如果出来再跟大家分享看完歌剧的心得是什么。他一直想到那个《Mission Impossible》那一集，那个编剧走进去歌剧院的那个画面。对啊，一直印象深刻，所以后来一直找机会。哦，原来这个歌剧买票看样子不是那么容易，那今年运气也蛮好的，有买到票。好，准备来去歌剧院看歌剧啦。然后72小时，4个小时的票，点不到2张。然后刷卡，等一下，来，我用美国配好了，它可以用美国配吗？好像不行。这个是维也纳的1日大众运输交通券，对，应该是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先打卡，因为它是以24小时计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打卡就可以进站。没有时间，记得欧洲都是要打时间点的，因为他们大部分的车票都是那个24小时可以坐到你的目的地。我们之前就有那个忘记打，结果在意大利被罚钱。好，就打了，然后第2张打这个地方。好，然后现在开始算24小时。好，我们可以进站了。其实地铁。这是那个维也纳的地铁，我觉得其实跟台湾的地铁差不多。原则上你就是确定好你的线路，用颜色区分，比如说它 U1 是红线，然后 U4 是绿线，比较常见的绿线，因为这都到市中心，在那个主教堂这一边。然后绿线应该也算蛮常坐的，然后跟红线的 U1， 原则上搞清楚各线的转乘，其实还蛮方便的。对啊，原则上就跟我们在台北坐地铁、坐那个捷运其实是一样的。然后奥地利连地铁都开得很快啊，所以大家坐地铁的时候要记得抓紧啊，不然真的很容易喷飞出去。对面就是那个维也纳歌剧院。好，《Mission Impossible》第4集还是第5集，那个他们跳下来的那个场景。是维也纳歌剧院，这边还可以拍照。我应该等一下我们进去以后，实际上在看歌剧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拍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在那个里面等一下要进去再买一个水，看到穿的稍微正式一点。然后它这边后面这边有一个算是小型的商店区在后面。然后里面也是金碧辉煌，很漂亮。我第一次进来歌剧院，上次有去过那个金色大厅的音乐厅，然后歌剧院这我就是第一次进来。它平常好像是没有开放，所以你也没有办法随便进来看。
间这一场的演员名单，沿着2023年的12月22号的场次。哦，好值得纪念哦！真的是想了很久的人生清单之一，今天终于要完成了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那个杜兰朵的公主，杜兰朵公，抱歉，杜兰卡罗斯重来，再一次。好，我们刚看完的杜兰朵公主的歌剧，然后我觉得真的非常棒，必须说真的是非常棒。那这一次的演出，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制作总监加入一些蛮现代的元素，比如说有包含像那种现场的投影啊，然后它的整个布置的环境、衣服、服装也比较偏现代感一点。不过很特别，尤其是我觉得现场看真的那个声音的穿透力跟震撼力真的很不同。其实蛮推荐大家，好，虽然票不是那么好买，而且每年只有一次而已。对，这杜兰朵的公主，我觉得如果对于歌剧或是音乐有喜欢的人，我觉得这真的很建议有机会一定要来现场看一次。对，我觉得真的蛮特别。或许明年来的时候也会完全不一样，可能跟我今天看的是完全不一样服装，但是剧情的内容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们的场景布置大概会有一点差别。对，这是比较不一样。那剧透就不用剧透了，大家上网其实可以找到杜兰朵公主的剧情。对，那真的很推荐，超棒的。好，那这一集影片我们就在这个杜兰朵公主这个歌剧这边结束了。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